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具人频道，我是 Sandra。在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啊，数据隐私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敏感又常见的问题。尤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区块链，私人钱包被盗或者是隐私外露这些事件层出不穷，这也开始让大家对于注重隐私保护这方面的需求也在逐步提升。那区块链技术最受人敬仰的，就是因为它具有匿名、不可篡改以及可追溯这些属性，在隐私计算的方面也具有先天的优势。对于现阶段的用户来说，这种保护必然也成为了一种刚需的存在。可以保护用户和扩大加密市场是 Web 3.0 的重要方向之一。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入场了隐私赛道，角逐也越来越激烈。对于隐私的保护，也出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基于目前的现况呢，我将会分别介绍4个主要的隐私解决方案。分别是零知识证明、可信执行环境、安全多方计算以及同态加密。第一个零知识证明，英文缩写又简称为 ZKP， 它有3个基本的特征，分别为完整性、可靠性以及零知识性。总而言之，要创建一个零知识证明呢，验证者需要让证明者执行一系列的操作，而证明者只有在得知底层的信息情况之下，才能够正确执行。如果证明者乱弄一个结果，那么验证者极有可能就会在验证的过程中发现，并且证明他的错误。如果你听不懂这一大串，没有关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让大家理解。假设我今天被强盗抓住了，那为了保密嘛，于是我开出条件说，我有能力把银行的金库打开，这样强盗就会因为我有价值而不杀我。但是我要如何证明我自己拥有打开金库的能力呢？首先是我要证明我有金库的密码，但同时我又不能把密码告诉强盗。于是我左思右想，我终于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先让强盗带我去银行的金库前面，距离足够远，就是让强盗没办法看到我按的密码，但同时距离也足够近，确保我没有能力在强盗的眼皮子底下逃跑。那这整个过程就是零知识证明。证明者也就是我，能够在不向验证者提供任何有用的讯息情况之下，使验证者相信某个断论是正确的。那零知识证明目前有多种的实现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在证明大小、证明者时间以及验证时间都有它的优缺点。这边举几个目前有在使用零知识证明的热门项目，像是 Zcash、Identify 还有 Aleo。第二个则是可信执行环境，英文缩写又简称为 TEE。TEE 是一个具有运算和储存功能，能够提供安全性和完整性保护的独立处理环境。它是 CPU 上的一块区域，那这块区域的作用是给数据和代码的执行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空间，并保护它们的机密性和完整性。目前移动端的系统运行环境叫做 REE， 在 REE 上面运行的系统又叫做 RichOS。RichOS 可以在REE 的应用提供设备的所有功能，例如像是手机的镜头或者是触控板这些功能。但是在 RichOS 上面存在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因为它可以获得应用所有的数据，但很难验证这些数据是否有被篡改，而且还比较容易受到各式各样的攻击。那这样的时候就可能会需要 TEE 的帮忙了。TEE 提供了一个与 REE 隔离的环境，可以直接获取 REE 的讯息，但是 REE 不能获取 TEE 的讯息。当用户使用付款时，可以透过 TEE 提供的接口来进行验证，以保证支付的讯息不会被篡改，密码也不会泄露，指纹讯息也不会被盗用。相对于 REE 的操作系统有着更强的安全性。那 TEE 具体的实现形式差别就在于隔离的实现机制，还有算力的共享程度。目前像是 Chainlink 预言机、Ekado 还有 TeamChain 都是使用 TEE。第3个则是安全多方计算，英文缩写简称为 MPC。这张图是 MPC 的原理，它的目的是可以在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的同时呢，实现隐私数据的共享。
目前呢，在 MPC 的领域中，主要用到的技术是秘密共享、不经意传输、混淆电路、同态加密、零知识证明等关键技术。其实 MPC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堆的协议的总集合。目前像是 MIT Ingema 就是使用 MPC 的应用，他们计划将区块链用于医疗数据的分享和隐私计算。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同态加密，英文缩写简称为 HE。HE 的重点在于关注数据处理安全，它提供了一种对加密数据进行处理的功能，也就是说，其他人可以对加密数据进行处理，但是处理过程中不会泄露任何原始的内容。同时呢，拥有私钥的用户对于处理过的数据进行解密之后，得到的正好就是处理后的结果。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抽象，没关系，这边举个生活中的实际例子。假设我今天买了一大块金子，我想让工人把这块金子打造成一个金项链，但是工人在打造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偷金子啊，毕竟一克金子也是挺值钱的。因此我就开始想，能不能有一个方法，让工人可以对金块进行加工，但是又能够阻止他得到任何金子呢？这方法当然是有办法，我可以将金子锁在一个密闭的盒子里面，然后在这个盒子里面安装一个手套，工人可以戴着这个手套对盒子内部的金子进行处理，但是盒子是锁着的，所以工人不仅拿不到金块，连处理过程中掉下来的任何金子都拿不到。加工完成之后，我再拿回这个盒子，把锁打开，就能得到金子。那处理这个盒子的过程，大概就像这张图。这里面的对应关系是，盒子就像是加密算法，盒子上的锁则代表用户的私钥。将金块放在盒子里面，并且用锁锁上，也就是代表将数据用同态加密的方案进行加密。那加工则是代表应用同态特性，在无法取得数据的条件下，直接对加密的结果进行处理。最后的开锁，也就是对结果进行解密，直接得到处理后的结果。虽然说同态加密这个方法看似简直是完美，但是这么好的特性肯定会带有一些缺点啊。目前同态加密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效率，一个是加密数据的处理速度，另一个则是加密方案的数据储存量。我们可以直观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工人如果戴着手套加工金子，肯定没有直接加工来得快嘛。也就是说，隔着手套处理，精准度就会变差，加工的时间也会变得更长。而且工人需要隔着盒子操作，也就代表他需要更专业的技术。金子放在盒子里面，为了操作，那总得需要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环境吧。那要不然当手操作不来的时候，里面也会需要放一些小工具，那这些工具也都是需要空间的，对吧？至于在区块链中要如何应用 HE， 为了保护链上信息的隐私性，同时又能实现区块链节点对相关信息的可计算性，可对数据进行同态加密，并将计算的过程转化为同态运算过程，节点即可在不知道明确数据的情况下实现加密计算。总结来说呢，隐私性的问题是目前密码学研究当中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但是由于隐私赛道的技术门槛比较高，而且在理论技术的效率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落实，所以目前呢，就技术而言来说，这也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资本过去几年非常积极的布局隐私赛道，能看出作为底层基础设施，隐私解决方案是一个未来必须要完成的底层架构，因为它在确保财务数据以及商业机密不被泄露上，承担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隐私必然就会成为加密生态迎来下一波爆发的重要基础设施。那再从开发者与资本的大量流入来看呢，隐私赛道仍然是处于在早期的阶段，有着充足的时间以及资金。目前大部分的隐私基础设施以及应用仍在开发与建设当中，
未来他们能否形成对通用智能合约平台的强力竞争，并且在广泛的数据使用场景中赢得更多的用户，仍然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更了解加密的隐私方案。以上就是这期节目对于区块链内容的小小分享，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帮我订阅面具人的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